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政策底层的预算挪移往往隐藏着颠覆市场认知的100亿财富密码？最近，美国联邦健保局抛出重磅政策，宣布2027年将对各大医院大砍高达57亿美元的药品补贴。许多人第一时间惊慌失措，认为医疗股将集体暴跌。然而，高盛最新报告却指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场砍补贴本质上是一场预算大重组，57亿美元并未消失，而是会专款专用的全额回流并补贴至非药品的门诊手术服务。这项预算大迁徙直接让全美门诊手术中心龙头泰尼特保健成为最大赢家。为什么政府砍了药钱，泰尼特旗下的黄金资产门诊手术帝国 USPI 反而能锁定暴利红利？高盛指出，美国联邦健保局释出的2027年提案释放了清晰的政策导向，加速减少不必要的门诊药支出，扩大场地中性支付改革，引导合适的医疗服务从昂贵的住院大楼转向高效的门诊手术中心。高盛强调，这对泰尼特保健、联合健康、HCA 等基础设施营运商而言是长线利多。高盛的核心观点是，预算中性重新配置将直接调升门诊手术的定价与利润，为泰尼特等全国龙头筑起极强的护城河。此时，若仅因名目上的药品降价而看空医疗服务板块，难免低估了政策对门诊生态的强力护航。我们来细细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商业逻辑。首先是 340B 药品补助大砍 33.4% 的预算挤压效应。政策提案将 340B 药品支付率调降至平均销售价减去 33.4%。这项渠道去中计划的重击，直接戳破了医院靠低价进药、高价报销套利的旧模式，逼迫医疗系统彻底转向依靠实质技术服务来赚取利润。其次是预算中性分配引发的门诊服务大补贴。健保局遵循预算中性原则，将从药品补贴中砍下来的57亿美元资金，全额等比例注入到非药品门诊服务和手术定价中。当非药品门诊手术的支付费率显著调升时，泰尼特保健等具备强大手术执行力的龙头直接迎来了政策定价红利。接着是手术服务加速向门诊手术中心转移的大潮流。新法规大力支持场地中性支付改革，积极引导适合的手术移出高成本的住院大楼。相比大医院，高效率的 ASC 具备更低的成本与更短的康复期，在健保定价全面倾斜下，正成为高毛利的吸金机器。最后是泰尼特旗下黄金资产 USPI 的统治级地位。泰尼特旗下的 USPI 作为全美最大的门诊手术网络，早已建立起与顶尖外科医生紧密绑定的生态壁垒。随着2027年门诊定价大涨，手术加速转移， USPI 的营收将从非线性爆发，直接转化为母公司泰尼特最源源不绝的自由现金流。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忽视了表面砍药与底层重分配的关键认知差。大众常因砍57亿补贴的头条而惊慌抛售，却忽略了预算中性规则保障了资金流向，钱只是从药商与药厂利润中抽离，全额流向了门诊手术服务商的手中。这是一次从药品溢价向实体医疗技术服务溢价的价值重置。面对美健保预算重组与泰尼特保健受惠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应关注2个核心观察维度。第一，必须认清技术便利性与渠道控制力正重新定义医疗股的护城河。在评估医疗保健板块时，应规避那些依然高度依赖 340B 药品套利且手术产能严重滞留在住院大楼的传统边缘医院。配置应积极向具备强大 ASC 门诊手术中心版图且能稳定获取非药品服务费的龙头倾斜。第二是不要被短期名目药品砍价的恐慌所干扰。我们应将泰尼特旗下 USPI 季度门诊手术量增速、每例手术平均健保支付费率的上升幅度作为评估该公司估值是否能顺利完成重置的最核心领先指标。总结来说，高盛这份健保政策追踪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医疗服务帝国在全新时代最惊人的获利真相。大砍57亿药品补贴的背后，是资金向门诊手术服务的钢铁倾斜。在全新的预算重分配期，看清预算中性重组背后的互利逻辑，读懂 USPI 门诊手术网络带来的生态壁垒，
才能在多变的医疗板块中做好最稳健的思考与布局。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